所有人都在问程毅被催了吗？5万人绿海里藏着。所有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，程毅是不是被催下台了？微博炒了3天，短视频切了几百个版本，评论区打成一锅粥。错，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错了。你想想看，完整的现场视频早就放出来了，彩排对比也有了，工作人员引导合影的全过程清清楚楚，事实层面根本没有悬念。那为什么这个话题还能炒3天？为什么一个已经有完整证据的事情，假版本跑得比真版本快10倍？这才是今天真正值得聊的东西。我发现一个事儿，越想越觉得有意思，这压根不是一个程毅有没有被冤枉的问题，这是一个传播机制的问题。同一个物理动作，2套叙事系统讲出2个完全相反的故事，而藏在后面的那个机制，比任何一条热搜都值得你花15分钟搞明白。行，咱们从头说。8月8号晚上，昆山优酷超酷音乐盛典，这是个拼盘演出，好几组艺人轮番上台，程毅是压轴。现场将近5万人的体育场，你猜绿海灯牌覆盖多少？超过90%看台。陈伟霆上台的时候看了一圈，直接来了一句：我还以为去了程毅的演唱会。这个画面本身已经说明问题了吗？5万人的拼盘，90%以上是一个人的粉丝，这个线下号召力搁在哪儿都是硬通货。但问题出在哪呢？前面好几组艺人的环节严重超时，整体进度拖了快半小时。主办方一看，得赶在10点之前收场。谁的时间被砍？当然是最后一个，程毅。原本节目单里写得清清楚楚，程毅唱完之后有个 talking 环节，跟粉丝互动聊天，但因为前面超时，这个环节直接被砍掉了。不止如此，连歌曲段落都做了压缩。最后程毅就唱了3首，行路天涯、小情歌、因为爱所以爱。说回这个事啊，关键在哪？程毅是最后一个节目，他唱完就散场，不存在他个人超时，他是被压缩的那一方。反而是他为了配合整体流程，主动把自己的内容往短了压。你品品这个时间点，粉丝等了将近3个小时，就为了最后这几分钟。结果 talking 没了，歌也缩了，歌谁不遗憾？但程毅什么反应？没抱怨，没甩脸，什么都没说。然后老天爷好像也来凑热闹，下雨了，工作人员递伞，他接了。据现场观众的说法，唱到小情歌里那句就算大雨让整座城市颠倒附近的时候，伞扔了，就这么淋着，陪台下5万人一起淋。这个歌词卡点的细节是现场粉丝的描述，是不是精确到那个字我没法100%确认，但扔伞这个动作本身有多角度视频为证，是实打实的。唱完之后呢，没有直接走人，他跑向观众席，绕全场4面看台，每个方向都单膝跪下来和粉丝合照。你知道为什么要跪下来吗？等会儿我专门说这个，里面藏着一个舞台摄影的技巧。合完影，起身，90度鞠躬，不是那种一丝一丝点个头，是90度，弯下去停住，3个方位都来一遍。然后退场的时候1步3回头，反复叮嘱，雨天路滑，回家注意安全。这段退场画面后来在网上刷了屏，很多人说这不就是基本礼貌吗？没错，但难能可贵的是，他把这个基本礼貌坚持了好几年，每一场下雨也好，晴天也好，没打过折扣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么一段完整的有多角度视频为证的画面，怎么就变成被催下台了呢？说完表面这层，咱们往里再看一层。被催下台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？很简单，合影环节里有工作人员上台引导程毅变换站位，因为要对4面看台分别合影嘛，需要人指引方向。程毅转身的时候不小心碰到工作人员的手臂，还立刻道了歉。就这个画面，掐掉前后，掐掉工作人员引导的 context， 掐掉合影的完整过程，单独截出来看，被催了。这就是 framing。 怎么说呢？同一个物理动作，你用减法 A 讲出来是合影引导，用减法 B 讲出来是被赶走。
事实没有变，框架变了，故事就变了。而且这里有个更微妙的事，程毅主动压缩自己的表演时间，配合整体进度，这是一个主动选择。但传出去的版本呢？变成了被催、被砍、被赶。同一个结果，主动和被动两种叙事，塑造出两个完全不同的形象。一个是有职业素养的成熟艺人，一个是不受待见的可怜虫。你觉得哪个版本传播更快？对，第二个，因为委屈有流量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现象有个名字，叫 grievance farming， 我翻译成委屈叙事养殖。不是程毅在卖惨啊，这事儿得说清楚，程毅本人从头到尾没有喊过一声冤，没有抱怨过一句凭什么砍我的时间。制造这个叙事的是谁？是一部分营销号和账号。他们的逻辑特别简单，帮一个有话题度的艺人搭建委屈人设，引发同情，同情创造互动，互动创造流量，流量变现。整个链条里，当事人的真实态度根本不重要。他委不委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看起来委屈就够了。这个机制的毒在哪？它反噬。你想啊，程毅明明全程表现的专业、体面、有分寸，结果一轮被欺负了的叙事洗下来，路人的第一印象变成了什么？不是这个人好敬业，而是这个人是不是真的不受待见？你说冤不冤？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些账号不是在帮他，是在消费他，消费他的每一个体面瞬间，把他扭曲成隐忍，把主动配合扭曲成被迫忍让。说白了，这是拿别人的职业素养当流量肥料。好，但你要是只看到这儿，就漏掉最关键的了。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在程毅团队事后的整套回应方式。注意啊，我说的不是某一份单独的声明，而是他们从视频澄清到法律行动的整个链条加在一起，形成了一套非常完整的反制逻辑。我给你拆开来看。第一步，还原画面。完整的现场视频和彩排画面被放出来，不是工作室自己喊我们没被催，那太弱了，否认式回应永远是下策，而是让完整素材说话。你不是说被催了吗？好，这是彩排视频，这是当天工作人员引导的全过程，动作和彩排一模一样。事实自己开口。第二步，时间线。多家媒体和现场观众还原了当晚从开场到结束的进度，哪些节目超时，超了多少，程毅环节原定多长，实际多长，全部摊开。你看完时间线，自己就能判断到底谁占了谁的时间。第三步，法律行动。这才是程毅工作室自己直接出手的部分。他们不是发一句将依法追究就完了，这种车轱辘话大家听得太多了，说了等于没说。他们做的是公布具体的法律进展，哪些账号叫什么名字，现在走到哪一步，有的在提交立案阶段，有的已开庭审理，有的已经判决。据公开通报，已有7起案件正式立案，16起完成取证。其中一个案子，2026年7月3日长沙基层法院一审判决，被告被要求删除全部侵权言论并书面赔礼道歉，连案号都是公开的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大部分艺人维权声明就一句将依法追究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谁都知道大概率是吓唬一下，但程毅团队这个做法，把每个 case 的法律状态公开到这种颗粒度，他不是在吓唬，他是在展示进度条。这叫什么？我想了想，最准确的描述应该是以透明换威慑。你越把进展摊在阳光下，后来者就越不敢试，因为你不是在说空话，你是在一个一个告，一个一个赢。凭印象说啊，别太当真，但据我观察，这种公布每一个案件具体状态的维权方式，在内娱艺人里应该是相当少见的。大多数停留在立场表达的层面，程毅团队这个直接推进到了进度公示的层面。这一步走的是大旗。而且你再想一层，这整套回应保护的不只是程毅本人，那些跑去现场举灯牌、冒雨等3个小时的粉丝呢？他们的热情被剪辑成艺人不受待见的笑话，他们的应援被营销号拿去编排成一厢情愿，把事实摆出来，把造谣的人告上法庭，
也是在保护每一个到场的人不被二次消费。顺着这个思路，我想停一下，聊聊退场那90秒。因为这里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，大部分人忽略了。程毅绕场4面看台，每一面都单膝跪下来合影。为什么要跪？不是为了表示谦逊，虽然视觉上确实有这个效果，核心原因是构图。你想，他站在舞台中央，观众在4面看台上。如果他站着拍，摄影机从正面捕捉，画面里只有他的上半身和身后一小片观众。但他蹲下去，单膝跪地的一瞬间，他的身体重心下移，镜头的取景范围瞬间打开，身后从第一排到最高层看台全部入镜。这是舞台摄影里一个基础但极其有效的技巧，叫 crowd composition。 怎么在一张照片里把尽可能多的观众装进去？你把主体放低，背景就打开了。绿海灯牌覆盖4面看台，那个视觉冲击力只有在这个角度才能完整呈现。那他是临时想到的吗？不好说。但这个动作他不是第一次做了，往期活动也有类似的画面。这个我也拿不准，纯属个人推测，但我倾向于认为这已经是他的一种习惯，一种刻进肌肉记忆的，怎么让每个到场的人都被看到的本能。再加上退场时的一步3回头，90度鞠躬，反复叮嘱注意安全，你把这整套退场流程串起来看，它不是一个环节，它是一种态度的物理表达。我追了10年 Space， 真的看过太多台上光鲜台下随便的例子。退场那几秒钟，镜头已经不一定对着你了，大屏幕可能已经切走了，那几秒钟你怎么表现，才见真人品。哦对了，还有件事。回到前面说的，程毅当晚结束这一切之后呢？据报道，他随即返回香港，进组继续拍摄新剧《受谎》，手里2部待播剧《受谎》和2经15日双双冲进待播剧期待指数前3。这边5万人绿海刚收场，那边片场已经等着他了。你说这叫什么？叫段位稳定。别急，听我说，还有一个知识点我想留给你带走。今天整个事件的起因是什么？一条热搜，程毅被催下台，他跑得比真香快，虽然完整视频随时可查。那以后你再刷到类似的热搜，怎么判断它到底是真是假？我给你3个问题，你按顺序问自己。第一，有没有完整一手素材？这次有，完整视频、彩排画面、多角度粉丝拍摄全都有，但假版本依然跑赢了。所以光有素材不够，你得自己去找完整版，别只看别人喂给你的剪辑版。第二，传播最快的那个版本，背后是谁在推？是当事人？是官媒？还是营销号？营销号的商业模式就是靠情绪变现，越离谱越有人点。如果一条消息是从营销号矩阵开始扩散的，你就该多打几个问号。第三，当事方的回应是模糊的还是具体的，将依法追究是模糊的，大概率没下文。但某某账号已提交立案某某案件，已开庭某某案号一审判决，这是具体的，具体到你可以去裁判文书网查。程毅团队这次的回应属于后者。这3个问题，下次你看到任何一条争议热搜都可以拿来用，不只是娱乐圈的，社会新闻、商业新闻同一套逻辑。好，最后说点掏心窝子的。做这期视频之前，说实话，我以为就是一个常规辟谣，真相是什么，大家别被骗了，完事。但做完之后我发现，这个事比我想的深很多。它不是一个人被冤枉的问题，它是一整套传播机制在批量生产冤枉。程毅今天遇到的是，换一个人，换一个场景，同样的机制一样能跑起来。区别只在于被消费的那个人怎么回应。有些人选择下场对骂，越描越黑；有些人选择装没看见，让谣言自己跑。程毅和他的团队选了第3条路，不喊冤，不卖惨，把事实摆出来，把法律推进下去，然后继续干活。作为他的粉丝，我当然有偏爱，这个我不装。但这次的判断我可以保证是公平的，你把程毅的名字盖掉，换成任何一个艺人，
这整套回应方式依然值得学，这套退场礼仪依然值得看，这种不卖惨的态度依然值得尊重。所以回到开头，所有人都在问他是不是被催了。我的答案是，这个问题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你看到了一整套机制怎么运转，也看到了一个人在这套机制面前怎么选择。他选择的方式挺体面的。最后，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觉得那种帮艺人卖惨的做法，到底是帮了他还是害了他？这个没有标准答案，但我很想听听你们怎么想。评论区见。哦，对了，如果你也觉得这条热搜背后的机制值得更多人知道，点个关注，转发给你觉得需要看到的人。宝子们，雨天注意安全，咱们下期见。